右军都督府是破清会五军都督府中的其中一个。五军都督府以华夏为中，以古代帝王坐北朝南的方位进行划分。中军都督府覆盖包括华夏在内的大半个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后军都督府覆盖整个俄罗斯、蒙古、北极圈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前军都督府覆盖东南亚里的所有南部岛国，包括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除此之外，整个大洋洲以及南极洲也都在前军都督府的覆盖范围。右军都督府覆盖除了俄罗斯之外的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整个非洲。左军都督府覆盖北美及南美洲。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全部由英主真正的心腹担任，他们的个人实力虽然没有四大伯爵那么强悍，但麾下的整体战斗力足以将四大伯爵轮番击杀。此时建功伯欧伯军被袁承泽带到了3楼最靠内的一处包厢，推开厚重的包厢门，里面竟有100-200平米之大。而且让欧伯军感到惊讶的是，当他迈步进入这个硕大的包厢之后，耳朵便有了一种耳鸣的感觉。说是耳鸣，其实是因为耳边一下子彻底安静了下来，日常生活中所充斥的白噪音在这里全都不复存在，所以耳朵一下子听不到任何声音，便有了一种诡异的不适感。欧伯军知道这种情况肯定是因为包厢内做了超强的隔音吸音，在这里任何外部环境的噪音都无法传播进来，所以才有了这种如同真空一般的错觉。这时包厢内硕大的餐桌前站起一位40多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他笑着迈步走向欧伯军，提前数米远便伸出双手，笑着说道：属下吴书同，恭迎建功伯大驾光临，未能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还请建功伯赎罪。欧伯军瞬间感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别看这吴书同对自己恭敬有加，甚至还自称属下，其实他的身份地位比自己高出没边儿了。自己是今日才知道，这右军都督府的都督名叫吴书同，在这之前自己对他根本就一无所知。可以说自己在破清会内部的等级还不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如果说自己是当年皇帝身边的大内高手，那眼前这个吴书同就是制霸一方的诸侯重臣。而且他也很敏锐地意识到，现在英主开始让自己接触这些真正的核心成员，这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将来会逐渐得到重用。于是他也非常客气地上前一步，与吴书同双手握手，微笑道：大家都是为英主效忠，吴都督与我自然不必如此客气。吴书同笑道：建功伯果然是长期在英主身边效力的重臣，风范了得。说罢，他指着餐桌微笑道：属下略备薄酒为建功伯接风洗尘，请建功伯上座。欧伯军拱了拱手，客套地说道：一起一起。两人客气一番，在偌大的餐桌前挨着坐到了一起。吴书同命其他闲杂人等全部出去，待房门关上后，亲手为欧伯军斟满了一杯酒，笑道：建功伯，属下与您第一次见面，敬您一杯，还请您能赏面。欧伯军看得出，这吴书同的修为虽然只是到了化境，不过他却不敢对其有任何轻视，连忙端起酒杯，笑着说道：吴都督客气了，来，咱们共饮此杯。二人酒杯轻碰，均是仰头饮尽。放下酒杯，吴书同表情一下子忧愁起来，感叹道：建功伯，不瞒您说，属下也知道您此番来右军都督府是为了什么。上次执行英主密令，在属下手里出了重大纰漏，属下心中一直愧疚无比，也深知很难洗脱嫌疑。这次还请建功伯能够查出事情原委，还属下一个清白。欧伯军没想到吴书同竟然这么快就忽然切入正题，便也将酒杯放下，认真道：吴都督，欧某想知道英主的密令在给到你手里之后是怎么向下传达的。
吴书同坦白说道，英主命令是直接给到属下手中，属下本着知道的人越少，暴露泄密的可能性以及整体风险就越低的原则，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中间几个环节的负责人，而是直接将密令给了负责死士驻地的节度使倪振宇，让他从骁骑卫中挑选最精锐的成员前往北欧。欧伯君问，那这些接触到密令的人知道林婉儿的身份吗？不知道。吴书同不假思索地脱口道，不瞒建功伯您，整个右军都督府知道林婉儿身份的也只有我一个。当日我将密令传给倪振宇，也只是告诉他让他去北欧抓一个女孩子，连他都不知道林婉儿的身份。至于那些去执行任务的骁骑卫，就更不可能知道了，他们只知道那个女孩是英主要的，抓到重重有赏。欧伯君点点头，他早猜到会是这么一种情况，这就是英主的行事风格。英主更希望去抓林婉儿的人都不知道林婉儿究竟是什么身份，究竟有什么特殊，这样就能尽可能避免中间出现任何风险因素。想到这，他便问吴书同，吴都督，这件事情你后来有没有找那个倪振宇询问过？人是他派出去的，如果这件事里面有内奸的话，那内奸一定是他或者他的手下，甚至有可能是他和他的手下。吴书同道，回见公伯，属下向英主汇报过整件事，我与他老人家都觉得我们内部应该不存在内奸，因为倪振宇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要去抓的人是谁，而且为了不对外暴露目标的重要性，倪振宇本人要亲自带队，我都没有允许，因为按照我们得到的情报，林婉儿身边并没有什么高手坐镇，几名骁骑卫就足以将她抓住并且带回。所以整件事情的逻辑就有些诡异，知道要去抓林婉儿的只有英主与属下，属下对英主一片忠心，自不可能对外泄露，因此属下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对方在我们这里安插了暗线，或者对方通过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掌握了我们的动向。说到这，吴书同又道，您到那不勒斯之前，英主跟属下交代过，他老人家希望您能够查出我们究竟在哪个环节被对方抓住了漏洞，会不会是对方已经潜伏进了死士驻地，或者已经暗中对死士驻地进行监控，但我们却不自知呢？欧伯君沉默片刻，大脑在飞速运转。只可惜他不是李亚林，如果他是李亚林，他一定会抽丝剥茧地梳理整个行动中所有可能存在的破绽。只要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他肯定也能把问题聚焦到那家专门用来运输死士的航空速运公司身上。饶是你能耐再大，也不可能把一架起飞重量200-300吨的飞机在天上的轨迹葬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小飞机尚且有躲过雷达的可能，大飞机只要上了天，同时间会被多个雷达站跟踪锁定，而且所有雷达都是主权国家的航空安全部门运营的，洲际航行要被多个国家多个雷达站接力管制，破氢会实力再强也不可能买通这些。所以李亚林的思路正中了破氢会的软肋，他盯上的不是死士驻地，而是调派死士与骁骑卫的飞机。破氢会需要全球范围的人员快速机动，但他们又没有办法隐藏飞机的飞行轨迹，就算他们把航运公司隐藏得非常深，但只要用心排查民航系统资料，就一定能找到他们的线索。欧伯君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所以然，于是便开口道，既然如此，那我便亲自去一趟这个死士驻地吧，看看能否有什么线索。吴书同惊喜地说道，建公伯所言甚是，属下正有此意。欧伯君道，既然如此，就辛苦吴都督帮我安排一下飞机，我亲自去一趟。吴书同点点头，开口道，从这里飞塞浦路斯很近，建公伯看看飞机安排在什么时间合适。欧伯君眉头微蹙，思忖片刻道，我这次去打算先不暴露身份，而是悄悄潜入，暗中观察一下整个死士驻地运行的状况，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尤其是这里面的核心成员，包括你说的那个倪振宇。如果确定倪振宇没有问题，
再找找那些失踪骁骑卫的家属，用点手段，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吴书同立刻说道，那就按建功伯的意思来，既然是悄悄潜入，那必定要等到晚上。死士驻地本就戒备森严，白天恐怕建功伯很难潜入进去。对，都伯君点头说道，潜入自然要等到晚上，否则我也没那个本事晃过几百名骁骑卫的眼睛。谨慎起见，最好是后半夜。吴书同笑着说道，那就好说，中午我先陪建功伯小酌几杯，飞机我提前安排好，晚上8点钟我亲自送您去机场，从这里飞塞浦路斯拉纳卡国际机场，大概需要2个多小时，落地之后，距离死士驻地所在的位置还有大概40公里左右的车程，顺利的话，凌晨12点能抵达驻地。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就不在那边给建功伯安排车辆了。建功伯下车之后，可以打个车过去，这样也更自然。都伯君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到凌晨时间正合适，就这么定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